马桶下水管一个位，用了5公分的移位器，这样改也是最经济实惠的办法。电钻小黄金万两，大家好，我是安装工小米。前2天这一家的卫浴呢全都装完了，唯独这个马桶出现了点状况，今天过来给它处理一下。当初设计的时候应该都没有问题，但是谁都没考虑到左边做了一个包管，这个包管呢刚好顶着马桶了，就是这个排污管的中心靠左边的墙，距离太窄了。我们常规的马桶宽度的话一般是40公分，也就是从管中心到边上20公分，它这个距离刚刚好把那个开关按键堵上了，这客户使用的话就没法按。如果是普通马桶的话还好，智能马桶的话刚好这边都是有按键的。针对这个情况，大家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处理办法？当天我们研究了半天，最终决定用了一个5公分的移位器，把这个下水管向右横移了5公分。测量这个尺寸呢，最好是地面的下水管切平了，这个是8公分，我们要切的深度呢是7公分，地面预留1公分多一点。先把下水管堵上，避免我们工具或者什么东西掉进去。画出移位管的大概位置，然后我们顺着这个方向切割就可以。送移了5公分，这个在安装马桶以后呢都可以压得住，所以也不会露在外边。下刀的深度呢，我基本上就是以瓷砖的厚度下刀，因为在我们北方呢，下面都是有地暖管的，再往深的话它是有防水的，这个都要保护好。当然这么做是为了以防万一啊，如果真正的遇到地暖管，那我们这个移位器还装得上吗？这样干是有一点运气的成分，不过1年这么也干不了2家，不可能这么巧。下面都是沙子，这个很好铲。在电钻上装上我这个迷你小切割片，这个工具很少用得到。切割的深度呢是根据我们刚才量的尺寸，向下切割7公分。切割片还是有点小了，不是太好用，如果再大一点的话估计效果会好一些。可能有些地方没有切透，炸的时候比较费劲。现在塞的这个泡沫就没什么用了，直接拉掉。周围先清理一下，用这个移位管先试一下。我们在日常安装的时候呢，可能会经常遇到一些类似的问题吧。有一些马桶太靠前了，或者有些马桶太靠后了，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做个5到10公分的移位。这种移位管的话，在水暖店里面都是可以买得到。唯一有一点失误的话，就是买了这个忘了买胶了，应该搞点 PVC 胶。不过它是内插，影响也不大，直接就用玻璃胶吧，省事儿。插好以后，预留的高度要高出地面1到2公分，这样方便我们安装马桶。在客户家装马桶，它是装那个资料的一个袋子，把这个袋子利用上，倒点水不漏，然后加点水。这个过程呢，就是水多了加面，面多了加水，没有个具体标准。这个空隙的话比较深，所以说弄细一点，然后倒的话直接可以填满，自动就流下去了，不用我们给它2次挤压了。接下来就是等待3到5分钟，它就开始慢慢凝固了。在这个过程中呢，我们可以给它找平，抹平了，把这些缝隙都给它填好。没有水不漏的话，其实水泥的话也可以吧，相对来说就是水泥凝固的会慢一些。地面收拾的干干净净，这些沙子的话不能在脚下踩过来踩过去，要不然把瓷砖都划伤了。下水管如果高的话，可以进行一个2次切割。法兰的高度我已经对比好了，管已经都切完了，直接开始安装。角阀出来呢，这是接了一个过滤器，供智能马桶盖使用。安装法兰的时候也可以这样，法兰先和地面连接好，然后用马桶去找法兰圈。移了5公分，现在这个开关是不受影响的。
大概距离的话空出来有3到4公分的样子，这样最起码我们在按的时候就舒服多了。移位5公分呢，我们也是要考虑到右边是有一个隔断的，要考虑客户坐在上面的感受，你腿要打得开，不然的话挨着玻璃的话就太难受了。这一边是比较空旷的，坐在马桶上是没有任何影响。好了，接下来这个活呢，我们试水打胶，视频就拍到这里了，拜拜。